下面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气质审美工具气质9宫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不然飘哥。在颜值既是正义的今天，我们来聊一聊美女的美。一听到聊美女，很多的男生马上就睁大了眼睛，生理上的反射就地开始了。那就坐好了，咱们就开始掰扯掰扯美女，整点神秘界频道里最神秘的话题：美女是如何造就出来的？咱们先挖这个坑，要想知道这个答案的话，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美。我们先看看东西方的审美标准。西方人脸部的轮廓更为分明，骨感和立体感强，而我们东方人面部较为扁平，整体的线条更为流畅，有流动的美。这在艺术方面也有体现，西方更偏向写实，比如素描、雕刻，再现轮廓的美感，如维纳斯或者是大卫王的雕像。而中国画更强调的是写意，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别。西方的审美标准是黄金比例面具，这也影响到了亚洲人的审美。但是从西方到东方，没有多少人拥有完全符合这个面具的理想的脸。即使是著名的影星奥黛丽·赫本，实际上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这个苛刻的标准。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就是相对的笼统一些，我们讲究3庭5眼4高3低的平均和谐之美，这也体现了传统的中庸思想。3庭是指从面部呢，从发际线到眉毛，从眉毛到鼻尖，从鼻尖到下巴，3个部分，1、2、3，它们的长度最好是均匀的。说到这儿，有没有发现其实3庭通过整容也可以进行调整？飘哥的3庭相当的到位，是吧 ？OK。5眼是指眼睛所在的横轴面，那么它的长度最好是5只眼睛左右。我们现在可以估计，在2眼之间，这是1只眼睛。那么呢，同时这是2只眼睛，3只，一边再1只，5只。如果说是符合5眼，有没有发现这个距离其实也可以调整？比如说通过化妆。网络上有很多的化妆教程，但是往往都是术。飘哥现在所分享的是道，底层逻辑其实更重要。有的人可能不符合3庭5眼，但是比较符合黄金比例的面具；有的人则相反，这2个标准都只是一个参考，无论更符合哪一个都是美。中式标准更知性优雅一些，西式的标准更精锐一些。化妆时参考这2个标准，就可以事半功倍地表达自己想要展现的那一面了。那么4高3低是指额头、鼻尖、唇珠、下巴尖高。那么唇珠通常所说的呢，就是上嘴唇正中间的唇尖。说到这儿，有没有 get 到擦口红的小心机？飘哥啥都操心，这心操的稀碎稀碎的，连我们的小伙伴们如何擦口红我都要操心呢。3D 是指鼻子与额头的交界处，也就是山根、人中、下唇的下侧。周迅就是典型的4高3低的长相，但也有女星侧面比较平坦，比如欧阳娜娜。很多素人的侧面起伏呢也都比较小。有没有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叫侧颜杀，也就是侧面看太厉害了，但一现到正脸幻想就破灭了？我们也叫它正颜杀。怎么个杀？叫把我杀了吧。有的人正相反，
正面很美，但是侧面有些垮，4高3低未必能同时符合。现在有很多人整容时呢，垫额头、鼻尖，有意无意之间其实就是在追求4高3低。飘哥友情提示，如果面部本身比较平，没有必要，也不建议去做整出4高3低的这个形状出来。皮相只是一个外表的长相，骨相更厉害。如果违背自己的五官逻辑，我们的头骨可能支持不了，而且整容效果随着年岁的增长也会逐渐的垮掉，这和骨相都有关系。另外还有9头身的标准，就是我们的身高最好是9个头的距离，这个其实也可以通过服饰来进行调整。现在还有东西方混合型审美，简单的说就是混血。西方人的棱角分明，但是缺乏流畅美；东方人线条有些过于流畅，轮廓缺乏立体感。尤其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代社会，东方人的长相较为温和，缺乏精明感。新疆人迪丽热巴有典型的混合型美，眉骨、鼻骨都非常的精巧，五官轮廓分明，又不缺乏流畅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底层的骨相。有句话说，美人在骨不在皮，一定程度上骨相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面部轮廓靠它支撑起来，有的人皮相比较好，五官均匀精巧，有的人皮相一般，但是呢骨相很好。苹果肌也就非常好，苹果肌就是指脸上颧骨处的这块疙瘩肉。而且呢骨相决定着衰老，头颅和额头中间的部分以及眉骨决定了这些部分的皮肉流动性。在中国，有些父母不喜欢孩子的后脑勺太饱满，有时甚至故意的给孩子的后脑勺睡成平的，这样呢其实得不偿失，将来孩子因为头骨支撑不住皮肉而容易衰老。外国的孩子如果头骨形状不太好，父母会给他戴一个矫正的头盔。现在中国也有这种头盔，如果有准妈妈准爸爸看到这期，你们真的是赚到了纯干货。颅顶是否饱满也有很大的影响，一方面是头型对面部比例有影响，另一方面如果颅顶比较平，难以阻挡皮肉下滑，所以现在也有颅顶整形，填充假体以支撑周围的皮肉。可能小的时候一个头盔就能解决的问题，长大了就变成了一个坦克的钱了。如果脸部的骨骼支撑得好的话，直接减缓衰老的速度与程度。比如颧骨，如果高高的分布在边缘位置，其实在面相上不占优势，但是年老时不容易松垮下来。奥黛丽·赫本年老的时候，虽然脸部难免有些皱纹，但是脸中部的皮肉就没有下滑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颧骨高，但也有说是颧骨高杀人不用刀的说法，当然没有根据，等找到了根据再和大家一起掰扯。那么还有下颌骨，也就是我们张口时可以来回活动的这个部分，主要是下牙所在的位置。下颌骨比较窄的话呢，支撑力度就小，年老时松垮的皮肉容易下滑到脖子上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这部分的脸型可以锐挺一些，不想要方脸。方脸这个说法呢，怎么这么耳熟呢？ OK， 纯属调侃，方脸是我上铺的兄弟。其实上帝关上了一扇门，就会打开一扇窗，丑和老总要选择一个，对称和谐即为美。比如有些著名的超模，可能他们的长相算不上美，但是他们的脸非常的对称，像陆仙人，他的脸就很对称。而和谐不仅仅是五官等表层的和谐，最重要的是身心的和谐共振，也就是气质或者说是能量场。最高级的美是教主派，这种美拥有气场扭曲力，哪怕你其貌不扬，但是在对方的目光
遇到你的那短短的几秒钟内，它已感受到你的灵魂所散发出来的美，而不是纠结在你的表象上。这也是最高级的美。飘哥有一种教主派的气场，扭曲美吗？在下方随便留言扔白菜，这个话题有时间我们单开一局，或者是 Q&A 一下。如果说气质是来自灵魂的美貌，那下面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气质审美工具气质9宫格。它基于我们的外貌特征，用9种动物来代表我们关于美所适合的气质类型。第一种，美洲豹、凤凰、狐狸成熟型气质。这类气质的女生在青少年时期，外貌不需要化妆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。美洲豹的气质偏雄性硬朗风格，凤凰也偏雄性，但给人一种脱俗的感觉。狐狸非常有女人味儿，身材丰盈。具体来说，如果骨架大、骨感强、视觉上高于1.62米的，视觉体重大于实际体重，面部宽阔，五官凌厉上挑，整体给人一种成熟、坚韧、厉害、攻击性强的感觉，那你就有美洲豹的气质。著名的模特刘雯就是美洲豹气质，还有唱歌的李玟也有同样的气质。美洲豹气质的女生在校园期间，尤其是在中学时，可能不太受异性的喜欢，但是工作时这种气质非常的有优势，一种霸道的感觉。美洲豹如果维持有力量感的身材，会比较性感，适合大气豪迈、雷厉风行的言行举止，既发胖驼背萎缩，不适合过于清新粉嫩可爱的装扮。这些情况与气场非常的冲突。凤凰与美洲豹的区别在于，它们的骨头没有那么突出，修长显瘦，视觉上高于1.6米，面部骨感强，五官细长有尖角，中性偏雄性，显成熟厉害，给人清冷精英的印象。但是它们笑时，你又会有亲近温暖的感觉。王菲、林青霞、杜鹃都是凤凰气质。狐狸的气质与前两种差别很大，那么属于御姐风格，事业心强，同时又有妩媚迷人的特质，女人味十足。所以狐狸气质的女生当众撒娇卖萌，会给人不自然的感觉，适合在亲密的人面前展示自己可爱的一面。范冰冰就是狐狸气质。如果身材丰盈，骨架适中，显高显胖，给人成熟厉害艳丽的感觉，你就是狐狸气质。如果想性感，可以借助身材的曲线感，适合温柔婀娜落落大方的言行举止，既赘肉笨拙胆小欲求外显的感觉，不适合廉价感清新可爱街头风的装扮。第二种，天鹅、羊驼、猫中间型的气质。这类气质总体上与年龄相符。具体而言，天鹅是知性优雅的平衡美，既不偏雄性，也不过于雌性。亚洲女性有60%几率的都是天鹅气质。刘亦菲、刘诗诗是典型的天鹅气质。如果身材线条、骨架适中，视觉身高体重与实际相仿，五官胖瘦适中，基本符合3庭5眼，你就是天鹅气质。如果想性感，需要通过优雅的姿态来展现，适合端正优雅、知性舒缓的言行举止，既肥背、体态差、神情具有攻击性或者迂结，不适合过于粉嫩清新、浓妆艳抹、金属感、强气场的装扮。猫属于慵懒自由的随性气质，可以驾驭的穿衣风格也最为广泛，倪妮、杨颖都是猫的气质。如果骨架中等偏小，骨肉均匀，大五官，下巴比较短，给人中性偏雌性的感觉，你就是
猫的气质。猫如果想性感，可以在性情上热情主动些，适合自由自在、丰富生动的言行举止。第三种，梅花鹿、绵羊、兔子，减龄型气质。中间型气质，尤其是这些气质在校园时期容易受到异性的青睐，但是在职场当中有些减分。具体来说，梅花鹿属于少年感假小子的灵动爽朗气质，这种气质是最少的一种类型，可以驾驭最为前卫时尚的穿衣风格。如果骨架适中或者是较小、纸片身材、发育欠佳的少年感，那么视觉上显高显瘦，给人中性偏雄性、好欺负少年感的印象，你就是梅花鹿的气质。周冬雨、王子文都是梅花鹿气质。如果想展示性感的一面，需要通过机灵自信来表达，适合轻盈凌厉的言行举止，既发胖肌肉感，木讷扭捏猥琐，既浓妆艳抹过于华丽大气的装扮。绵羊是一种恬静清纯的简单温暖型的气质，让人想保护的感觉。乔欣、奶茶妹妹都是绵羊的气质。如果骨架中等偏小，身材线条介于中性和曲线之间，骨感不突出，视觉体重比实际轻，五官平缓留白多，清新耐看，给人清纯和谐减龄的感觉，你就是绵羊气质。如果想展示自己的性感方面，可以保持清透的皮肤，适合内敛安静的言谈举止，既邋遢雷厉风行热情奔放，既浓妆艳抹过于可爱大气的装扮。兔子是甜美俏皮的呆萌骄纵气质，给人减龄单纯的感觉。兔子呢，因为骄纵感异性缘非常的好，也可以得到很多的事物。欧阳娜娜就是兔子的气质，和男星容易有 CP 感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如果骨架中等或者是偏小，线条圆润，视觉身高低于1.68米，脸型椭圆无骨感，你就是兔子的气质。如果想展示性感方面，甜美的笑容和活泼的性格就可以表达到，既忧虑，适合学院感的装扮，既大气硬朗，女人味过于十足的装扮。羊驼属于冲突交织的矛盾气质，羊驼和猫都有混合气质，但是羊驼难以归类。比如娃娃脸、肌肉威猛的身材，视觉冲击感比较强，一般是后天形成的气质，先天的羊驼气质比较少。但是羊驼是很高级的气质属性，很多的国际超模都是羊驼的气质。如果五官和身材存在着明显的视觉冲突，给人以雌性加雄性、厉害加好欺负的矛盾感觉，你就是羊驼气质。羊驼气质的女生可以调和自身要素，向其他的气质靠拢，或者是通过提升思维达到和谐的状态。既幽怨，适合学院风的装扮，既大气，女人味过于十足的装扮。在看视频的女性的你，或者是男性的你，为你的女朋友找到了她的属性是属于哪个类型的美了吗？美女大砍可以吧？不一样吧？有干货吧？长姿势吧？那么你订阅点赞了吗？ OK， 不要忘了，其实美并不是由天生的长相决定的，而是我们的思维认知、心境和灵魂所决定的。这个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单开一局，有兴趣的请在下方留言，10000个留言就单开局。好的，今天呢我们就飘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。再8带一句，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Joy and peace。